见烟啊，正影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漫漫漫漫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当，伴我逐浪迎风翔。人生漫漫漫漫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当，伴我逐浪迎风翔。哇，大师哥，这里只有石头跟一些枯树枝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又没人陪你说话，可真是闷死你了。师父师娘知道你上山来吗？爹和娘今早收到嵩山派左盟主的来信，说有急事商谈，他们一早就赶去嵩山了。我是趁他们不在，偷偷溜上来看你的。你好大的胆子哦！还说呢，人家是怕你冷啊，亲手缝制了一件棉衣，当然要亲自带上来给你了。那，哎，穿上看好不好看？哇，这真的是你亲手缝制的啊？那当然了，来，真的吗？啊？第一针是我亲手缝的，你不喜欢就脱下来吧。哎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大师哥喜欢，我就喜欢这件衣服的第一针，其他的都不在我眼里。那我送你棉衣，你送什么给我？啊，好，你先坐下来。嘿，看大师哥送你什么东西？喜不喜欢？当然喜欢啦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每天拖6猴儿带下来的小石子，我一颗一颗的算到365颗，你就可以下山了。这样以后你就不用辛苦的送饭来了啊。你今天的饭都打翻了，你没得吃了。有了这壶好酒，我就满足了。光喝酒怎么行啊？等大师哥喝够了呢，我们就烤地瓜吃。哎，大师哥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你和师兄弟们相处的好不好啊？一点都不好啊！大师哥，你知不知道那个臭林平之他欺负我？等你下山后，一定要替我教训他，替我教训他。你这个做师姐的挺威风的，还有人敢欺负你啊？他这样气我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给杀了。你这做师姐的，动不动就把师弟给杀了，师傅就算是收了100个弟子，让你就在几天之中宰了99个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什么是99个？哎，就要留一个喊你一声师姐啊。有道理，到时候我就留1个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杀了99个，我看第100个还不逃之夭夭。还好我是大师兄，要不然我看我准让你给宰了。谁说的？到时候我就逼你叫我师姐。哎，叫师姐可以啊，不过你不可以杀我哦。听话就不杀，不听话就杀。我怕，师姐饶命，师姐饶命，师姐剑下留情。偷袭我，大胆！你偷袭我，打你，砍你！我踢，饶命！敢不敢？饶命啊！不玩了哈。哎，天快黑了，赶紧下山吧啊！走了，风雪越来越大了。下雪天，留客天，看来我今天是不能走了，我明天才下山吧。哎，啊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你又说烤地瓜，快烤几个给我吃啊！怎么办呢？二师兄，你害怕了吗？擅作主张，让小师妹4日上4过崖找大师兄，要是让师傅师娘知道，只会害大家受罚。自作聪明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，所有人都对我很好。因为你懂得说好话，哄人开心呢。
虽然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可是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孤单。我们师兄妹大伙儿在一块儿多热闹啊！每回做完了功课，我们就结伴游玩。幸亏爹收了这么多弟子，我才这么开心的。那时候最开心的就是玩扮新郎和新娘的游戏了。新娘就你一个，我们大伙儿轮着做新郎。我记得我偷我娘的衣服披在身上扮新娘，你呢就用发丝做胡子。那时候以为有胡子才算大人。那你现在怎么不留胡子啊？哎，你喜不喜欢我留胡子？为什么问我？等我做新郎的时候，我就留胡子，好不好？你做新郎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不喜欢我留胡子？我没说不喜欢啊，只不过那时候你肯定是最丑最丑的新郎。怎么？很丑吗？真的很丑吗？丑死了！大师哥，来！来！哎呦！你也知道累呀？哎，是不是大师哥陪你，就算不睡觉也不累，对不对啊？才不是呢！我现在困死了。哎呀！哎，不能再玩了，下山了啊！我不要下山呢！哎，听话，不然师傅和师娘会生气的。不要，我不要下山，我要留在这里陪你堆雪人。好。两个小雪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，哈哈。像不像我啊？你好漂亮啊！你好坏呀！二师兄去了，师傅回来就不得了了。你还敢说？都是你，让他去送饭。我怎么知道他一去就是整个晚上呢？这样吧，二师兄，让我去找他回来。快去快回啊！师姐，哎，师姐回来了！师姐回来了！哎，小师妹，没事吧？小师妹你们惨了，一个个站在这儿偷懒，等爹回来我告诉他。哎，小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有什么事啊？你怕我给老虎吃掉啊？不是老虎，是大师兄。大师哥？对呀，你们在荒山野岭孤男寡女的，山上更深露重，你们一定是一起点起了干柴烈火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师妹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是说山上的天气很冷，大师兄的怀里一定很温暖，你怎么会伤风呢？大萝卜，你要我把你砍成10块8块啊？不敢，不过漫漫长夜的，哎呀，一定是在山下数星星啦。我说是在两人之间放一碗水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和大师哥在一块儿，整晚都在堆雪人。堆雪人？山上下雪了吗？岂止下雪啊，还大雪封山呢。哎呀，这就难怪为什么师妹昨晚没回来喽。我知道你们是不会相信的，那我就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过来看吧。看什么东西啊？看吧，好看，小师妹是雪人呢，而且是2个呢。雪人，我的雪人呢？啊，小师妹啊，你真的拿一碗水下来做纪念品呐？你们，小师妹，出去，滚出去！走啊！又打破了，不行，我再去拿。不必了，再拿他也不会喝的。那该怎么办？他全身滚烫的，不如给他吃西瓜，还是喝点水？哎，快去！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，小心让他给踢出来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他以为我们还在取笑他。都怪我们，玩笑开得太大了。怎么办？那该怎么办呢？不要急，新药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？给你们看看啊！那
雪人，哎，怎么样？行吧？你哪弄来的雪啊？哎，这是用面粉团捏成的，只要在外头撒一层粉，这样不就像真的一样了？哦，鬼主意特别多。师妹，走走走，没有小雪人我不要吃药啊！师妹啊，大师兄不在，师傅药还没回来，你不把病医好，师傅回来会怪我们的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总之我不要见你们，我要我的小雪人，你们给我走啊！小师妹，谁欺负你啦？你看是谁来啦？小雪人，大师哥你回来啦！哎，不是他，是我。哎，快拿过去给小师妹。啊，是，你看，哎，雪人来啦！给我，哇！这是什么？是面粉做的。我还给你啊！不要，走啊，出去啊！师妹，小师妹你就将就一点吧。小师妹，你就拿去玩吧。不玩，走，还不走？走啊！没有雪人，休想进来！小师妹现在不吃又不喝，师傅回来一定责怪我。哎，被师傅责怪事小，要是小师妹的病情恶化，那就糟了。是啊，师傅不在，我责任重大。我看就硬着头皮进去吧。你去了？不，我已经被他赶出来好几回了。我不是更惨，他用面粉团丢我。不如我们找大师兄下山吧。不行，你要他被师傅骂死啊！哎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我们就睁着眼睛看小师妹病死好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不太会说话，还是你去吧。我，大老爸，你去，不，你去。喂，他这种脾气，一定比我们更惨呢。走啊！我都说过没有小雪人，你们不要进来啊！喂，你有没有小雪人？你进来干什么？别以为我不会骂你啊！出去！喂，你耍什么性子嘛？这种脾气我也会发。你想教训我啊？我不是教训你，你一个人生病，搞得大家团团转，你凭什么这么霸道嘛？我不用你管啊！我不是要管你，我是替你难过，为他们不值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马上给我滚出去，要不然你会比他们更不值的，更委屈呀！出去呀！不错，我真的很委屈。我以前也跟你一样，有人疼，有人宠，更加有人使唤。一出门，前呼后拥的；一生病，就日以继夜的有人在一旁伺候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又怎么样呢？这一切我都没有兴趣知道啊！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不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就等于对不起自己的爹娘。师兄们对你疼爱有加，你却利用你的优势，百般的为难他们，你于心何忍呢？要是让师父知道你偷偷的上撕过牙，就会连累各位师兄们跟你受罚。我现在进来是想告诉你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难道你真的要看到各位师兄们跟你一起受罚，你才开心吗？我没有啊！而且我也相信，你尊敬的大师兄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的。你好好的反省吧。药我就搁在这儿，要不要喝随你。既然雪人对你这么重要，而这花是大师兄送给你的，要他活要他死，随你。
喝了，喝了，什么？喝了，小师妹喝了。哦，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原来骂人也可以解决问题的。知我者，莫若翠翠。祝教主福与天齐，万寿无疆。你我不是外人，不必行此礼。每年的今天，武林之中，就只有你一个人为我祝寿。教主孤高清雅，从不沽名钓誉。我相信，只要教主发布祝寿的消息，江湖中的朋友们一定会前来祝贺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欢歌笑语背后，又有多少虚情假意？知我心者，自有我心。每年的今天，有人以你为我弹奏一曲，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。教主赠我古琴，这10几年来，莹莹从不曾忘记。教主生辰能为教主谱曲祝寿，是莹莹的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好，莹莹有心，我东方不败受之无愧。小明，小明，喂，这是禁地，你不能进去的。喂，哎呀，该怎么办？上姑，保佑我，我进去很快就出来的啊。属下只是进来找小明，不是有意闯入禁地的，请两位姐姐原谅。小明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的？不可能的。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。你刚才是不是过于惊怕，吓昏了头？教主将两位夫人杀了，铸成蜡像，放在寝宫里。教主不是练了什么古怪的武功吧？我从来就没听过这样的武功。在西域，有一种叫做贵妃易容液的，将它涂在尸体上，能够保持完整、不腐不变的。教主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不觉得教主最近行为怪异吗？教主武艺高强，性格内敛，行事当然跟常人不一样了。不是内敛，是城府深。不得胡说。不说就不说。可是那两个的的确确是风干的人呐。真的全化成粉？一触即化。不可能的！我蓝凤凰要是连真假都分不清，马上把眼珠子挖出来。我又没说不相信你。圣姑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东方教主做事自有他的道理。就算他真的杀了两位夫人，我们也不便过问。他的事我才不敢问呢。我是说，万一他知道我闯入他的寝宫，我知道他的秘密，那就必死无疑了。
难道我还是走吧？哎，你这么一走，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难道你让我在这儿等死吗？教主要你死，天涯海角你也逃不掉。啊！我这次死定了。当时房里还有没有其他人？没有，就只有那2个死人。那你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应该没有。幸好我已经把小明抓回来了。那就好。只要东方教主没有怀疑你，先暂时静观其变。静观其变。以不变应万变。吓了我一跳。你呀，胡作非为，乱闯禁地，是该好好的吓一吓你的。圣姑，教主全知道了。不知道？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他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为什么？他在跟翠翠下棋，没有空理我。教主不会是不高兴，连你也不理吧？才不呢，他谈笑风生，还喝了不少酒呢。怎么可能呢？教主为什么要装得若无其事呢？不是装，是一点异样也没有。不可能的，教主不可能会按兵不动的。我都说过了，教主做事自有道理，就算他真的杀了他夫人，也是人家闺房里的事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负荆请罪了。我才没那么笨，送羊入虎口。好了，如果教主真的发脾气的话，我会替你求情。不过下次别乱来了，这次就当是个教训。奇怪，怎么今天连一只毒物也没有呢？教主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属下先告退。教主，你。你呢？太胖了，拿60分。讨厌！哎呀，太瘦了，拿35分。啊，来。小心，有毒，快走！真的。
真呐！哎，你把我的心都打开了，到现在才来找针呢。再不缝回去的话，我看我死定了。哎呦！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平日只会把人医死的？哟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么3天3夜不把它缝起来，看它会不会死喽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别闹了，把针还给我呀！行，等我绣完了这对戏水鸳鸯再说吧。老婆大人，你要我怎么做？不要！告诉我，你喜欢我什么？为什么要娶我？你，难道你要我昧着良心说你美呀？你说什么？美，很美，简直是国色天香，美若天仙呐！哼，嫁了你那么多年，都没有听你说过一句好话。田伯光，田伯光就不同了，他善解人意，温柔体贴。田伯光，你是说那个万里独行、采花大盗田伯光？是啊。你什么时候跟他见过面？要是见过面，我还会待在这里吗？我早就跟他走了。那你怎么晓得他温柔体贴啊？啊？听说啊，他时常在村子里出现呢。是女人呐，都知道他柔情蜜意、风趣幽默。怪不得你最近常常逼我说那些肉麻的话，你一定是跟他见过面了。你们说了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？我都说是听来的喽。我相信很快啊，我就可以见到他了。哼，田伯光，该死的田伯光，我杀了他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我的心好痛啊！快替我缝先说一话，我杀了人回来再救你。哎呀，快救我呀！你是谁？阁下是不是江湖闻名的杀人名医平医指啊？在下正是。昔闻名医的医术高明，不止妙手回春，还有起死回生之术。名医，这次你要鼎力相助了。百毒攻心，难了。难？那就是有的救了。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平医指会医死人的？就算我家的老二平二指，也一样能够起死回生。太好了！这个人我不救。为什么呢？拜托好不好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哎呀，我有急事要办嘛，没空听你讲道理啊。你去找我的孪生弟弟吧。上哪找平二指呢？我们很少联络，我也不晓得到哪里去找他。啊，连你也不知道？不如这样吧，先救了人再说。都说我有急事要办了。什么事急得过救人呢？谁说没有？我要杀人，除非你肯代劳。你也知道我平日这医人向来有一个习惯，救一人杀一人。我知道，亏本生意你是不做的吗？那你是答应了？好，你要杀什么人？说。那就是人家说他温柔体贴、柔情蜜意、风趣幽默、自以为风流浪漫的淫贼田伯光。田伯光，你认识他？不，我怎么会认识呢？不知道阁下跟田伯光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无怨无仇。既然无怨无仇，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？哎呀，还不是为了我那个国色天香、美若天仙的老婆。怎么，他偷了你老婆？不是，他偷了他的心呢。偷心？根本还不认识他，就赞不绝口。万一人家采花采到这里来，那不是跟人家私奔了？我要先下手为强。田伯光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管他有什么魅力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姑娘留下，7天之后拿田伯光的人头来交换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去杀了田伯光，不过你马上替我救他。站住！你敢动田伯光一干蛤蟆，我就杀了你！哎呀，老婆你，这就是你国色天香、美若天仙的老婆啊！我不美吗？你是谁？胆敢杀田伯光？
莹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心神不定的？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不是，那是不想跟我下棋喽？啊，不是的，教主请别乱猜了。对了，这几日怎么没看见蓝凤凰？教主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？你跟蓝凤凰的感情一向很不错，我以为她失踪了你会很紧张。对了，她有没有向你提起过什么？凤凰这个人呢，浪荡成性，准是跟男人跑了。等他风骚够了，自然就会回来。既然你今天没心情下棋，那我们改天再下好了。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回去吧。那莹莹告退了。你不觉得教主最近行为怪异吗？进来，翠翠，这是什么？燕窝。教主厚爱，我受之有愧，代我谢谢教主。啊，对了，怎么最近没看见小兰跟小芳两位教主夫人呢？喂，小师妹这么久没来看你，你还吃得这么开心？你以为我不记挂着她吗？你不是说她现在很听林师弟的话吗？药也吃了，身体也好了。是，就是因为太听话了，现在病好了，整天的跟那个林师弟到处去玩啊。是真的吗？我还担心这山上太冷，她不敢上来呢。哎呀，人家早就把你这个大师兄给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师妹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小师妹单纯，不像那个林平之能言善道的，哄得小师妹心花怒放。两个人呢，每天在一起练功，而且啊，还形影不离呢。形影不离？是啊，连吃饭都挤在一起。哎呀，两个人小声说，大声笑的。他们说些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不是抓蝴蝶，就是采山芋的。哎，还有啊，为了逗小师妹开心呢，那小子还去瀑布那边抓什么风流鱼的。喂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什么反应？小师妹快让人家抢了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搬弄是非才不像是男人。你快给我滚！省得大师兄揍你啊！喂，大师兄啊！你给我走啊！大师兄，走！哎呀！走！走！好！好！走！好！
怎么了？练了这么久，一点都没有进步。不会啊，比起你入门的时候啊，算是进步神速了。进步的这么慢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学到华山的至高武功呢？欲速则不达，你别那么心急，慢慢来嘛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了解我的心情的。哎，那你想不想大开眼界，看看华山派的绝技呢？哎，不可能的，爹这个时候一定在这里练功的。师父每天都在这里练紫霞神功。当然了，我爹的紫霞神功啊，可厉害呢。如果能够学到紫霞神功，那就好了。哎，我们过去那边看看吧。来。本来还以为可以见识到紫霞神功的威力，没想到落了个空。没关系，今天看不到，改天再来看哦。紫霞神功是盖世武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学到。你别那么心急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再说你那么聪明，爹一定会教你的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老是对自己没信心。哎，小师弟，你看。哎，小师弟啊，大师哥整天在山上吃素戒荤的，不如我们采点蘑菇给他。那好吧，我们就比一比，看谁采的最多。1、2、3，开始！喂，你想毒死我的大师哥啊？这些七彩缤纷的蘑菇啊，都是有毒的。我也知道这些美丽的蘑菇是不能吃的，只是一时之间受不了诱惑。这么小小的诱惑都受不了，那江湖中的名跟利，你更加看不开喽。喂，这是什么歌啊？这是一首福建歌谣。是吗？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娘常带我去采蘑菇，我总是喜欢采这些美丽但是有毒的蘑菇，所以刚才采啊采啊的，突然间想起了我娘。原来你把我当成你娘了。娘，这么晚才回来，又跑去后山了？我去采蘑菇啊，我想弄点好吃的给大师哥。又想上山了？我已经很久没上去了，整天只顾着玩。你的玉女18式练得怎么样了？很好啊，不过爹说玉女剑法善于拆解别人的招式，在这里啊，只有小师弟的辟邪剑法可以和我对招，其他师兄练的都是华山剑，难道要我和他们拆招啊？你可真会找借口啊！除非是大师哥，他练得杂，各门各派的武功都懂一点，和他练剑，我肯定进步神速。哼，好一个鬼精灵！那明天我就裹几个蘑菇粽，让大友带上山去给你大师哥吃。那谢谢娘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剑呢？这叫碧水剑。碧水剑？虽然这把剑比我的那把长，不过拿在手上，一点儿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啊。那当然了，这是你爹啊特地请浙江龙泉名师为你打造的，送给我的。不是现在，等你生日再说。哎，迟早都是我的。再说我是华山派掌门的女儿，早就该有把像样的剑了。唉，真是说不过你。明天又可以向师兄们炫耀了。烈猴儿，是不是你呀？敢暗算大师兄，快滚出来！哎，是我，你怎么只想着遛猴儿？
又不信你问问我。小师妹，谁说的？上次听说你病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怎么样？现在身体好些了吗？啊？早就好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可是用了10只粽子跟6猴交换才能上来的。那，娘亲手裹的粽子。哇，我很久没有吃师娘裹的粽子了。哎，走。哎，真好吃啊！你看里面的蘑菇，哇，好新鲜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昨天我跟小师弟一块采的。林师弟啊？喂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小师弟呢，其实啊很会逗人开心的，而且啊他还会唱歌呢。什么歌啊？福建民谣啊。哎，我哼几句给你听。好了，听起来，你和林师弟的事比师娘的粽子还精彩呢。你竟敢嫌弃娘裹的粽子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嘿嘿，真是把好剑呐！哎，哪弄来的？什么弄来的？生日礼物是爹跟娘送的，怎么样？嘿嘿，剑是不错啊，不过不知道使剑这人功夫怎么样？这你放心，我天天都跟小师弟练剑，肯定有进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天天教他练剑，当心你自己不进则退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还教了他几招冲灵剑法呢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冲灵剑法是我们2个自创的招式，怎么可以教给外人呢？哎，你别以为人家稀罕呢，他说以后要和我一起合创平山剑士呢。平山剑士，哼！大师哥，你到底比不比？空手入白刃，你太看不起我了。好啊，大师哥就拿剑跟你比。嘿，哟，嘿嘿，看看你的平山剑士厉害，还是我的冲灵剑法够劲儿？比过才知道。好，哎，哎，呦，嚯，嘿嘿，哎，推，我的剑。嘿嘿，现在知道大师哥的厉害了吧？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啊！你太过分了，这剑是爹娘送给我的。哎，小师妹，哎，小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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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你不好，小师妹好意来看你，你竟惹她生气，心里明明想着她，哎，干嘛好端端就把她给气走了呢？令狐冲，明明是你自己小气，自己爱发酒疯，关剑什么事吗？练剑就是练剑，干嘛你要拿剑来出气呢？啊！行遍万里山河，会知行能有几个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谁胜谁负谁晓得？浪滔滔，数尽悲欢离合，放得下能有几个？要清风明月，对酒当歌，醉3分悠然自得。今夕身处于何方？就如常豪气万丈。尽管世俗人笑我痴狂，恩或怨都由我扛。天苍苍，豪情气壮山河，得与失又算什么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我行我素，我自乐。人匆匆，犹如红尘过客，名和利又算。